哎，Already recording now。给你包卷儿吃。哎，吃卷儿。你说我？没有。你说我？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 Okay, let's continue our Lloyd animation. 啊，继续做我们的罗伊德动画。我们基本所有的绑定都做完了啊，现在可以调整它的动画了。好，打开。好，打开我们的动画面板，新创建一个啊，这个叫 idol， 做它的正常的待机动画。之前呢，做那种站立的角色呢，一般是从它躯干中心的这个主骨开始做，因为它是一个坐姿，所以就不用调这个骨骼了啊。从这个骨骼开始调，给它一点上下的起伏，先做这种小的呼吸，小的呼吸，然后做肩膀，前后2个关节针，中间1个关节针，哎，这种呼吸的肩膀，然后头部，加上2个肩膀给曲线。What voice？ 好，我们先做一点这样的动作啊，然后呢，给一个位移啊，偏移，肩膀5针，头部10针，先让它有点这种时间差。肩膀移的位置太大了，是吧？太大了，给它往回调一点。这种动作可以小一点啊。好，重新给有曲线了，然后调个位移，这是5针，5针的位移，头部10针的位移，偏移。感觉这个身体的偏移都不需要了啊，身体的我去掉了，我觉得肩膀和头部就足够了。因为它整体呢是一个坐姿啊，坐姿，所以先调一个基础的简单的循环动画啊，大概就是这样就行了。我觉得再加一些把这个头部的转面加上啊，在这儿做一点点头部的上下起伏动画啊，这应该是翻过来的。给一个位移试一试啊，偏移。
整体的这个动作调完以后呢，然后所有帧全选，我们大概延长4倍，4倍的时间，420帧。然后在这个320帧的过程中，给它添加细微的骨骼动画啊，加一些表演。这种表演呢，就类似于这种躯干的左右的摇摆，然后加上手臂的这种小的动作。我们先给它加一个胳膊的动作，这样循环的呼吸当中，然后加一个抬报纸。抬起来，在这个地方停一段时间，然后再放下。速度太快了，放慢一点，慢慢的抬起来，再放下，中间的持续时间可以长一点啊。加这样一个动作，加这样动作呢，抬报纸的时候可以让这个罗伊德的有一个看报纸的动作，但是现在呢，它头部这一部分的动画，因为已经做了一个基础的循环，可以所以这部分的动画呢，可以用一个调整全选往下整体的往下一点。报纸抬的时候让它再回来，当然这些关键帧呢就应该基本上跟这个手臂的动作能有一个能匹配到一起，时间要凑到一起所以时间的可能要从这帧开始大概这样。这帧开始，头抬起来，跟这个报纸的时间要匹配到一起，所以这一部分的时间呢，就不用那么里面这些头部细微的动作呢，就不用那么严格的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小的起伏看着差不多就可以了。好，在这个基础上呢，来调节它的曲线运动手腕的曲线运动，这个是一些细微的表演。那么这一帧开始，差不多这个手开始抬起来了。前一帧给一个旋转的关键帧，定一下，抬手手要有这样一个动作，然后抬起来，抬到这个地方。不用太大有一点这种趋势就可以了。给一个曲线看看效果。好，然后到这儿呢，手要放下，前一帧给一个关键帧放下，相反的运动，相反的方向。这儿怎么回事？这个曲线就不对了可以把这一帧直接到复制到后面一帧。这儿呢可以稍微加一点这种小的上下起伏，别让它完全静止。这个手保持一点这种小的缓动，就比较有意思。这儿怎么回事？这个曲线咋的了？曲线出问题了。这个曲线有问题，修一下就好了。说电还够吗？如果下午送过来，够过去的。那怎么办？拔死！路上可以充电。你几点走4点。行，那小子正好回来。3点。好，报纸放下。这个时候我们调一下报纸的这个曲线运动因为报纸也做了子骨的动画。这儿呢，这个报纸就是
顺着它给一点这种的话，还有3个骨骼，这3个骨骼，先把前后的关键帧定好啊。动之前给一个关键帧，然后在这儿有一个往下甩的动作。这个呢，其实应该主要是调后面这2根骨骼啊，调它就可以了。方向之前定一个关键帧啊，这个，然后呢，从这帧开始往下，给一点这种曲线运动，停下就可以了。看一下效果啊。这帧感觉是，看看。把这个去掉看看，啊，这就够了。有的时候这种很细微的小的动画呢，就得反复的去尝试啊。然后呢，这个子骨第3级的这个子骨，它的位置呢要比腹骨稍微往后一点，稍微错位一点啊。错位一点之后呢，然后前面这一层报纸啊，这一层报纸它的骨骼，比上面一层啊，上面一层就是后面这一层报纸，它的时间稍微错开一点，我们试试啊，错个1、2帧就行了啊，这样就更生动一些。是哪儿太硬了？这个有的时候出现这种就是过于感觉太生硬的动画呢，就把它的时间拉长一点，然后修一下它的曲线就好了。尤其是刚开始的，就是这2帧啊，这2帧刚开始的，可以让它的时间稍微的长一点，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好，这个感觉这几帧的位置稍微有点太低了啊，头抬高一些。同时呢，搭配这个头部向下移动的趋势，这个关键帧要调起来啊，因为它要低头给一点这个动画，给点这个头部向下的动画。抬头的时候反过来，抬头。从这帧抬头，关键帧向上，所以相反的下巴的这个移动呢，可能权重要调一下，权重加一下这个相反的紫色的骨骼。看这一点就不如 Moho 了，对吧？Moho 是可以调出一个特定的角度的，你可以随时调用那个角度。像这个呢，就太受权重限制，权重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然后你要想解决这个特殊的角度呢，就得拿网格去调，但那样又很麻烦。看这个嘴部啊，嘴部现在感觉这个点不够用了，回来加几个点，调整一下。加完点之后回来还要调权重。
好，它的权重呢应该是可以自动计算的啊，自动计算的，那我们可能也要调一调。哎，啊，这样好一点。好。好，除了这个呢，我们需要调的是眼睛啊，眼睛的动画。这个眼睛呢，之前是给了2根骨骼啊，2个骨骼。首先，首尾定关键帧，然后这个地方低头的时候，眼睛向下。其实，像它这个呢，就是漫画的局限了啊，应该把这个图补一下啊。大概咱们眼睛往下挪一点就可以了。抬头啊，抬头归位，有点这种动作就行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把这个眉毛的权重绑上，之前好像没有把这个眉毛的权重给它放上去。那应该是把这4根骨骼再绑一下，绑好之后呢，进入到权重啊，刷一下权重。它应该是看哪根骨骼，这根橘色的骨骼，范围小一点。这个。这可能不太好刷啊，只能一边刷一边试验了。好，这4根骨，这2根骨骼，然后是它的左眉，这不一定合适啊，我们只能在动画里来测。低头的时候，让这个眉毛啊，2根眉毛。差不多在这个位置，低头眉毛向下一点，然后抬头的时候再让它变回去，向下的位置。这个时候，然后要刷一下权重，测试一下。我们先把骨骼取消啊，选择取消，看一下这个效果，还可以啊，差的不是特别多。眼球呢？眼球速度慢一点，因为这是受到漫画原画的限制，所以眼球都不用移的太多了，稍微往下一点。好，低头呢，然后调一点这个眼皮的变化，让眼睛有点这种闭眼的效果。之后我们也得做这个眨眼，这种呢就愣调啊，愣调。哎 ，Soft Selection 没选，怎么这么啊？这个曲线有点问题啊，曲线调的是，当时可能调错了。像这种眼球的眼皮的曲线呢，应该是让这个线条在这个在位图的外部啊，在位图的外部，这样，哎，不对，应该在内部。低头，哎呀，对，它调闭眼没问题，调这个。如果只是低一点的这个眼睛的话，可能会对下眼睑有点影响啊。先试试吧。好，刚才是右眼，然后左眼。
抬头的时候，哎，反过来。右眼球感觉应该再往下一点点，根据配合刚才眼皮的位置啊，这样。哇，感觉翻白眼了。眼球的时间再晚一点。好，中间呢应该加一个。其实应该有一个完全闭眼的一个动画啊，闭眼的动画我们在这阵来调一下。只要人物呢在动画里面有一个闭眼的过程，然后这个人物就会显得很生动。这是在做角色动画的时候啊，一定要加进去的一个小动作。咱们这个眼球的线条啊，这个眼皮的线条这么分呢，就是为了在闭眼的时候能让它完全闭住。上下可以稍微有一点点这种交错。好，然后呢，闭眼的前后针，前后针呢就是这个眼皮下来的这个关键针，这是网格动画啊，网格动画。如果再细致一点的话，可以把眉毛的动作也配合上，就是眉毛配合它的眨眼的动作，这一针啊，一个关键针，然后睁开，我们找到睁开的那一针，应该是这一针。闭眼，眉毛稍微往下一点，因为这个绑的权重不是很重啊，所以这个眉毛的动作就是往下移动的范围比较大。这应该是哪针？这是98针啊，98针。啊，这感觉眉毛有点像挤眼睛了啊，因为这眉毛可能移动的范围太大了，弄得稍微小一点。哎，低头，眨一下眼睛，抬头，哎，是不是有点感觉了？这回像一个 spy 了，是吧？好，这个时候呢，可以多做一点这种细节的表演啊，就是眨眼。那比如说，它在一个正常的睁眼状态，这是闭眼的关键针啊，闭眼的关键针。抬头之后，再连续眨2次眼睛。当然，这个时候眨眼的前后衔接针就应该是正常的这个网格了。这一针啊，咱们都给它加一个曲线。这个时候速度稍微可以快一些，哎，眨眼，然后把眉毛也配合上。眉毛应该也是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位置，现在。对吧？在这儿给一个关键针，好，给关键针，然后闭眼，闭眼是哪针？这一针，往下一点，都给个曲线。再小一点，眉毛的动作。217针啊，216针，216针，眉毛给它调一下。然后一般呢，在眨眼的过程中呢，会给一点这种眼球的动画。眨眼呢，也是一个改变眼球方向的技巧。这个时候可以让眼球往这边看一点，然后再给一次眨眼，回到原始的位置。
这儿263帧左右啊，263帧左右。这个呢要配合曲线啊，配合这个眨眼，这个地方这儿给一个眨眼，眨眼回来，这是260帧啊，260帧，所以呢就是眉毛也在260帧给它复制一个啊，这样表情动画就跳出来了啊，一个低头的眨眼。抬头，咦，这为什么往这边看了？这应该是眼球曲线的问题啊。这个4.0还是4.1的版本加了这个曲线，它总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个是看一下，因为是漫画的原理嘛。啊，漫画的原因，它这眼球如果平移位置就不准，所以在这儿可能两个眼球要单挑啊，单挑这个位置，配合一下它这个眼眶的位置，它往下一点啊，也别过于看起来一个高一个低。这看谁呢？是吧？这边做的应该是阿尼亚，咱们做完了以后就能把它凑在一起。好。在这个基础上呢，也可以再加一点这种小的转面效果。哇，这个下巴转的有点太大了，权重的问题啊，之前不调到这儿看不出来，是吧？这个权重感觉就有点影响过大了，所以在这儿调一下这个权重。哎呀，应该是 remove 啊，减少。这根骨骼啊。这个呢，除了单挑网格，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这就是Span的局限性。哦，在这儿转面啊，这儿眨眼了，应该眨眼了，转过来一点，就不用转太大，给一点就够了。啊，这个地方回到原始位置。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给这个脖子一点啊，稍微来一点这种趋势的动作，对吧？更符合它的头部的走势啊，所以这部分头部小的这种起伏呢，暂时不用考虑啊。从这个地方，然后再回到原始的位置。太大了。啊，还是要加一点的，加一点往下的动作，看看。这种小动作呢，就可以配合我们之前给身体加的这个转面的骨骼。咦，这个头部怎么这样了？也是这儿的曲线问题啊，给它一个直线啊。哎，啊，这块儿因为是。啊，调一下这个曲线就行了。
下来。搞不懂这4.1的曲线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天！哎呀，卡成这样。这儿应该是这个曲线的问题吧？哎，这个去掉吧，总出问题。返回，低头，返回。好，在这个地方呢，加一点身体的转变啊，大概是这个地方，向下。这个地方回来，给这个腿加一点动作啊，这是他的左腿前后加关键针，基本是不用动的啊，就是稍微给一点这种小的、非常小的这种缓缓的摆动就够了。然后呢，中间可以突然加一个这种，哎，摆大一点，然后再回来，对吧？直接先调小腿啊，先调小腿，摆大一点回来，然后回到原始的位置，抖一下腿，啊，有一个抖腿，这样看着就比较有意思。抖腿，回到原始的位置，然后呢，继续它跟这2根骨骼中间再做一些啊，先把这脚调了啊，哎，摆腿，脚反向运动，回来再弹回来，然后回到初始位置，看一下这个摆腿。啊，这摆腿开始可能有点慢了啊，这个小腿的时间。哇，咋的了这是？太可怕了，这个曲线。嘿，嘿，这个人怎么还抖腿啊？人摇福国，树摇落叶。坐着舒服就抖腿。好，摆回来以后呢，然后后面这一部分还是给这种特别小的这种抖动就可以了。尽量不要让它完全静止。然后小腿跟脚之间的关键针错开一点。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调这个裤腿的动画，对吧？裤腿只在它中间抖的这一部分啊，给它加一点这种动画就够了。反过来，然后归位。
因为裤腿的质地呢会比较软，所以它滞后的时间会长一些啊。哎，这样看起来比较有意思。然后前后这2个布褶时间错开一点，或者让它时间不一样，哎，这都会调的比较生动。看这样人物表演就会非常丰富。这头怎么总感觉最后这块啊，这个曲线的问题。好，然后呢，再给它加上身体的变化哈，身体躯干加一点这种，哎，左右抖动啊，左右的旋转。比如说这个部分可以稍微加一点这种，哎，身体往下顺着它的趋势，给它有一点这种身体的弯曲。然后抬头的时候呢，给一点这种，哎，加一点这种小的旋转，非常微小，但是看起来就是很生动，不仔细看不出来的动画。同时呢，上面躯干的关键这个骨骼跟下面骨骼的时间岔开一点。好，大的动作都调完了，最后要给这个他的左手这个报纸再调一点小的动作。这个小的动作呢，加一点这种小的一个抖报纸的动作。这个抖报纸动作调的非常小啊，就是在脑袋转回来，给一个手往下一点，小臂往下一点，然后回来，往下回来，这样一个小的动作就可以了。这个小的动作呢，其实可以直接调啊，一个是调 AK 啊，我刚才调的这个 AK， 控制它小臂的动作，然后手腕做一个小小的跟随，手腕从这帧开始，小臂向下啊，手腕做一个小的跟随，反向运动啊，也是曲线运动。哎，这个地方抖的不正常啊，不正常一般是曲线有问题。4.1改了之后，这个曲线一直摸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哦，这是手腕跟随。干啥？手腕跟随，follow。啊，调这样一个动作就行了。手腕稍微往下一点。好，然后报纸呢？报纸可以调这3个骨骼啊。不过这3个骨骼调完了以后呢，它的这个上下移动范围有点太广了，所以呢可以加一点小的透视的感觉，调这根骨骼就够了。哎，给一个比例的变化，然后回到最初始的状态。中间呢，其实加一点，给一点这种感觉啊，就会有点透视的感觉，会比较有意思。有一个小的动作就够了啊，这个不用太大。好，如果觉得这个报纸太生硬呢，可以给这几根骨骼加一点旋转，非常小的一个旋转。啊，你看看，这样是不是就很生动了，对吧？然后下面的2根骨骼一样，给一个小的旋转。有的时候这些特别微小的动作呢，不用完全符合曲线运动的这种规律啊，只要看着不难受就行了。然后动作让他们错开一点儿。哎，看报纸，眨眼，
放下，转头。啊，这一系列表演是不是很生动？好，然后呢，这个枪还没动呢啊，因为枪这一部分，它这个手是搭在它的右腿上的，所以呢，可以在整体的过程中让这个枪啊随意一点啊，随意一点，有这种小的，有这种摆动就可以了，整体的一直在摆动。这样看起来就更生动了。当然，它的手指也一样啊，手指可以中途动一动。中途随便摆一摆就可以了，给这么1-2次，错开，你看所有的这些局部都不在同一个节奏里，这样看起来就可以了。那你甚至可以把他的右手做一点这种很微小的位移，啊，不做了，这不要了。就这样了。然后这个右腿的这个裤腿啊，然后裤腿做一点这种，也是速度很缓慢的这种位移，像有点飘动的感觉。哎，整体都在飘，对吧？这速度太慢了，太慢了，再快一点。然后呢，给其中一个做一个偏移，不在同一个节奏上就好了。OK， 那这个罗伊德基本就调成这样就够了啊。总体的表演其实做到这样一个程度就够了。这就是一个角色的待机动画，这是一个坐姿的待机动画。好了，我们下次呢做阿尼亚还是那个尤尔还没确定啊。好，下次再见，拜拜。我饿了，炸羊肉去。